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我们千里迢迢从西马来到东马沙巴州，就是要来参加一年一度非常盛大的 Borneo Safari。当然这一次呢，就是跟着我们的 Isuzu 团队来到这边了。然后今天来到这里呢，可以看到非常多 Isuzu 的车，然后当然也是有 Double Cab， 有 Single Cab。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经历8天在 Borneo Safari 这个森林里面 Adventure， 就要来体验一下是什么魅力，让这样多人喜欢参与这个活动啊。OK， 在进 Off-Road 之前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一台 D-Max 啊。其实整台车的 engine、牙箱、电板、tuning 全部都是 stock 的，就跟你去 Isuzu showroom 里面买出来的 D-Max 啊是一样的啊。这个是小改款之前的啦。当然很明显可以看到外观方面 ，bumper 是换掉了啦，全金属的。然后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防撞杆超够力，很粗壮。然后是直接来到 wheel arch 这个位置，下来下面呢就来到 side step。然后这个车是已经加高了的，原装你们进去showroom 买出来就已经可以有800mm 的涉水深度了，可是因为这一台呢是已经加高了，所以它的涉水深度是更高的。再来就是原装的 D-Max 呢，虽然它的 intake hose 是已经在 bonnet 的下面一点点了，就是差不多车灯的位置，但是因为他们要走更加严峻的 off-road， 很难讲会有要过水啊 intake 吸到水，这辆车的 engine 可能就完蛋了，所以他们就会装一个好像大象鼻子的东西，这个好像浮潜用的那个 snorkeling hose 啊，就是让它呼吸的 intake 来的。然后轮胎它的这个巧克力非常的大块啊，就是可以应付那些比较严峻的烂泥。suspension 整套已经换掉了，更加适合 off-road， 而不是街用的那种普通 suspension 了啦。车顶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roof rack， 这个 roof rack 呢上面就可以绑我们的一些箱子啊。当然它的 long shaft、dry shaft 全部东西都是原装的。在 off-road 会有怎样的一个体验呢？我们等下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了。OK， 今天我们从早上啊开车到现在就是一路在走马路，然后当然有走一些比较轻度的 off-road。刚刚我们在一路这样走过来的时候呢，真的是掀起一阵的这个黄沙，所以现在可以看到整台车上面都是灰啊。然后我们的这一台车呢，刚才就有在走一个碎石的斜坡的时候，就有启动它的 4-wheel drive 系统，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啊，还不是很够力，因为这个 Borneo Safari 真正要进到森林里面走那些烂泥烂路，然后住在森林里面才是 Borneo Safari 的体验嘛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几天将会一直不断的拍摄给大家看，我们在 Borneo Safari 里面是怎样度过这8个晚上啊。我也给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啊，就是不要剃胡子了，看一下第8天的时候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啊。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现在我们在等大家集合，集合了过后我们又要继续出发了啦。现在是 Borneo Safari 的第1天啊，然后发生了一点状况啊，就是好像有一台车在前面坏掉了，所以我们现在也还没有到我们的 campsite， 时间已经11点40分，我们就在一个路边停下来，先吃个晚餐，过后我们再去 campsite 把我们的 camera 那些搭好来才有的睡觉，应该是还要3个小时左右，可能更久，所以应该是会弄到大半夜2、3点、3、4点也不确定，明天又要很早醒来，所以 Day 1大概就先这样子，明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行程是怎样的啦 ，Let's go。OK， 睡醒了，来到我们的 second day 才刚开始走50米啊，就遇到一个 V 沟，这个 V 沟真的很深啊。不是开玩笑，可能在画面上看又还好不了，但是现场看啊，真的很斜又很深。现在这辆 D-Max X Terrain 呢，就缓缓的往下走 ，OK 啊，看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啦，非常的轻松，一下子就穿越过去了。哇，昨天啊，我们晚上根本没有睡到，差不多4点才有的睡，然后是睡在车上啊，我就睡在这个副驾座上面啊，Jermaine就睡在 driver side， 然后因为我们没有的赶到那个 campsite 啊，时间真的太迟了，而且晚上不太方便开车，很危险。如果是昨天晚上要过这个 V 沟，应该就很困难了，看不到，所以精神就没有很好，没有什么睡到。OK， 现在我们就继续往我们昨天要去的那个 campsite 那边前进啊，走不到半公里，现在哇，我们又卡住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好像是前面的车不知道什么情况，我过去看一下。我看到有些人他们从他们的那个后备箱啊拿出那个拉车的那些绳索啊，所以应该是有用到。所以这个 Borneo Safari 啊，不只是普通越野这样简单啊。平时我们在拍影片的时候都会拍一些越野题材嘛，跟这个比起来根本就是幼儿园来的啊，这种才是真正的严峻啊。所以经过这一次过后啊，我们下一次如果有要拍这种越野题材，看到这样子的路况，我真的是不敢驾。stock 的那种轮胎，街用轮胎，真的很怕会卡在森林里面，然后又没有车救援的话就完蛋了。OK， 现在我们又遇到一个问题了，就是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它这边呢整个泥浆啊非常的深。刚才他们有拿一支树枝插下去，大概是有3到4尺的深度，然后可以看到前面那一台 D-Max 已经差不多是半辆车陷进去了。他们要把这辆车想办法开上去。这个斜坡呢，它不是很斜，可是它全部都是烂泥，非常的滑。然后上面就用2台车绑了那一个拖车钩啊，然后要把它拉上去。我们当然现在就要下来了，减轻这个车的重量，然后我们就看一下他们怎样把这个车开过这个烂泥。这个真的很够力，如果人下去啊，就是变成那个样子了。看一下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司机大哥啊，有没有办法一次就把这台车开上去？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呢，其他人都是2次、3次才把它开上去，所以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啊，也没有那么顺利。希望这次可以一次搞定啊！哦，漂亮！哦，漂亮！一次搞定，漂亮！一次直接把这个车开上去，一流，太强了！yang gemuk tuh kan? Iya, yang gemuk. Kalau masuk ke satu itu, saya lihat terbuang. OK， 今天已经是我们在这个 Borneo Safari 的第3天了，应该讲是第3个早上啦。第3天还没有进行，等一下我们将会进行接下来的整个行程。看到吗？我的眼镜已经不见掉了啊，不是不见掉了，是我自己把它摘下来，因为太多的泥了。这台车啊，只要是在过一些烂路、一些 mud 的时候，轮胎一搅起来，我整脸都会是泥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戴眼镜比较好。然后这台车呢，昨天陪我们经历了非常多很艰难、很煎熬的一些路段。我们昨天从我们的 Base Camp 1到今天的这个，其实不是 Base Camp 2，我们 Base Camp 2还在前面，我们还没有到，中间其实只是一个20公里的路程罢了。20公里，平时我们在马路上开车啊，一下子就会到了。如果你走 highway， 你真的是眼睛一眨，聊天一下就到了。可是我们昨天用了1整天的时间，怎样是1整天？我们真的是从早上7、8点醒来，准备好所有东西，开车到结束，停在这里。已经是凌晨的事情了，所以真的是一个1整天的过程，太煎熬，太辛苦。可是这个 D-Max 都是可以好好的陪伴着我们啊，应该是讲我们陪伴它了，来穿越那些很 hardcore 的路段，包括那些 V 沟啊，是下面已经渗水了的，非常深的水，单单用一台车是没有办法穿越过去的。我们必须要用前面的这个拖车钩，然后来把这台车吊上去，同时这台车也要助力，也要踩油。这一台车用了拉车环，用了拉车线，其他车还拉不动它的时候，我们就要出动2台车来拉它，所以整个过程就是非常的 adventure。我没有试过这样子的 off-road 体验，这个可以讲是让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每一个人、每一个团员，全部人的 teamwork 表现都非常的好。这个活动绝对不是 one man show 的 game 来的，这个活动它是一个 teamwork 的生活。你来这里，你可以体验到，如果你没有 teamwork， 你没有身边的朋友陪伴，你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个 Borneo Safari 里面生存，真的太够力了。那今天第3天，我们还会遇到怎样的路况，我们真的不知道，也非常期待，也有点紧张加担心加害怕，更多的那个心情是很期待看到我们的 D-Max 还可以做出更劲超的表现。然后可能你们会觉得我刚才讲的东西吹水啦，20公里用1整天，如果是30台车、20台车同时在进行的话，同时在走这一片 Borneo Safari 的 off-road 的时候，如果有1台车没有办法穿越，我们不能就这样丢下它。1台车卡着可能花2个小时，2台车卡着4个小时，5台车卡着10个小时，这个过程不是你们想象得到那么简单。
继续把今天的这一部影片看下去，你就知道接下来还会是怎样的过程了。然后我们把原本的那一辆 D-Max X Terrain Double Cab 版本的 4x4 Pickup Truck 呢，换来了一台 Single Cab。看到吗 ？Single Cab 后面就是没有椅子的啦，就是只有前面这一半段罢了。所以不懂操作起来跟 Double Cab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但是这一台 D-Max 虽然它是一个 Single Cab， 但是它一样是4轮驱动版本，它一样是一个 4x4， 也是可以切换到4轮驱动版本，一样有 2H、4H、4 low， 而且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就是 Rearman Drive Manual。这一台车是一个 Manual 版本的，然后是一个1900cc 涡轮增压柴油引擎啊 ，Manual 版本。然后我们有 Three Pedal， 那真男人就是要这样子吧，对不对？整个 Interior 我们做起来还是一样，就是比较少的一些 fancy 的东西啦，好像门板啊这边没有那些皮革包覆，没有这样多灰色还是巧克力色之类的那种皮革。椅子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是皮革的，但是这个皮革就 quality 可能会输一点点啦。Meter 方面也是长得一样啦，中间也是有一个彩色的荧幕，可以显示很多讯息的彩色荧幕。Steering wheel 上面就少了一些按键啦，然后是没有包皮。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Master 师傅啊，那么不 Bibing 啊，我们的 Bibing 今天就要带我们穿越森林了啦！哇，看到吗？这台车只要进了1号牙，在 follow 的情况下，油门都不用踩，它是绝对不会失火的。然后你只需要 counter steering 就可以了。整台车它会自动帮你补油，然后让这辆车顺利的通过这些很烂的路。这个路你在画面上可能看到不觉得怎样啊，但是其实它真的是很多那个水沟洞啊，没有这样简单。哇，真的是太强了！这辆 Blue Power 的1900cc 涡轮柴油引擎的 Isuzu D-Max。现在这一刻，时间大概是5点，然后我们今天真的是翻山越岭，穿越了丛林、沼泽、泥地、沙石地。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是海拔比较高一点点，海拔大概是730米。然后呢，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一台刚刚 facelift 不久的 D-Max X Terrain 啊，这一台 X Terrain 呢，跟我们之前做那辆蓝色的 X Terrain 呢，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主要是 bumper 啊，还有这种 side guard 啊、side step 都是用 Red Spring 他们所提供的。当然 Red Spring 也包括他们非常出名，还有他们引以为傲的 suspension， 不管是前面的 suspension 还是后面的 leaf spring， 他们都提供在这一台车上。然后这辆车也是很够力强悍，我们真的是走了很多很烂的路啊，烂到很难想象的那些 V 沟啊，都可以顺利的穿越。然后这台车呢，跟我们之前用的那一台也是一样啊 ，engine 牙箱全部东西都是原装的 ，tuning 也是原装的，所以我们买到的啊，在外面 showroom 买回去的车，其实就是同样的一个动力表现，同样的一个车身，只不过这台车有 lift 高，有换了 suspension， 有换了这种更加适合越野的轮胎，所以这辆车走这种路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在 showroom 买的 D-Max 啊，在路上走啊，那个根本就是幼儿园了啊！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超级无敌容易驾。然后今天我一整天陪伴我的呢，是身后这一台1900cc， 只有1900cc， 你没有听错，柴油涡轮增压引擎版本的 Single Cab D-Max Engine 牙箱全部原装，但是它的牙箱是 6MT 啦，6速手排版本。然后这一辆车呢，也是今天给我很够力的 impress， 因为我没有想到 Single Cab 啊 ，Single Cab 平时我们在城市啊，就觉得它是一个很 low spec 的东西来的，主被动安全配备会比这一台来的更加少，但是它的整个表现、整个车身、chassis 穿越力，甚至它的动力、它的 torque 都非常的劲，很强啊！所以如果你们是在那种靶场做工的啊，还是你是原主啊，你想要买一台车来载货、来载你的油中、你的巴拉还是什么都好的话，这一台车肯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不要再被那个数字蒙骗了，我就是那个被数字蒙骗的人啊！它这个1900cc Blue Power Engine 啊，真的太强了，而且这辆 Single Cab 啊，还是 4-wheel drive 来的，你可以 switch 去4轮驱动，太劲了！很多这种 low spec 的，我们外面买得到的 Single Cab 啊，都是只有 2-wheel drive， 可是这一台你可以选择你要 2-wheel， 你要 4-low 还是 4-high， 太强了！补充一句啊，这个 Borneo Safari 啊，我没有看到它的 competitor 牌子超过10辆，包括我之前那一台，我自己用到我觉得很喜欢的那一台啊。没有看到1辆都没有啊！如果我还要买 4x4 pickup truck， 就是 D-Max 了啊。
这样看过去，这边就有一条蛇，然后那么靠近，我们在这边冲凉。Borneo Safari。Borneo Safari. Welcome to Borneo Safari. 哇，这样好睡的咩？一流哦！4天。 在沙巴州体验了这个 Borneo Safari 4天啊，觉得最困难的不是要睡在这种就大家一起睡在这个帐篷，最困难的也不是开车开到那种很烂的路、很辛苦的路，然后要下车帮忙还是这样，那些都不是最辛苦的。可能有人会讲，哎，我们住在这种森林啊，是不是很难冲凉啊？冲凉是不是很辛苦啊？其实还好，好像昨天，其实我们前面的第1天、第2天啊，我是完全没有冲凉，因为根本没有办法冲。可是，一旦遇到有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马上冲凉，然后冲凉的情况就是直接跳下水啊，反正大家都是男生嘛，就全部一起，也不怕你看我，我看你啦，全部人一起冲凉就对了。然后昨天我们晚上冲凉的时候呢，还遇到就离我们非常靠近的距离，大概1个米有一条蛇啊，那个是真的是蛇来的，不是开玩笑。那冲凉对我来讲其实也没有很难，最难的就是现在要找地方解放一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要去找一个 spot 解决我的大号问题，就是这种草丛，看到没有人的时候就走进去挖一个洞，然后就解决好，盖回去。OK， 今天是第4天嘛，第4天在我们出发之前呢，我们先要来洗一下车啦。主要是因为我们前几天的过程啊，把这辆车弄到太肮脏了，然后整架车身都是泥啊。当那些湿的泥干了过后，它就变成好像石头这样印在 radiator 或者 condenser 上面，这辆车的冷气就不冷了，然后还有可能会导致这辆车 engine 过热，所以我们必须要洗干净它。那洗干净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啊，可以用手 manual 泼水，或者用这个 compressor pump 啊，但是我们没有 compressor pump， 我们有这一个来自 Red Spring 的这个 ADA Overland 的这个水箱，好像看到啊，它正在洗，就是这样子把水装进那个箱子里面，然后再用那个 battery pump 啊，把空气冲进去，让它里面有一定的气压，然后再把水射出来，就可以洗到整台车比较干净，而且是有水压的啊。这个 campsite 这边呢，就算是这几天下来最舒服的了啦，毕竟我们还可以躺平啊。如果是来到 Borneo Safari 呢，很有机会就是随便路边停下来就睡觉了，所以前几天我们没有的这样好、这样舒服的睡，也没有的那么早睡。这样今天呢，也算是整个人 charge 满电了啦。来了这个 Borneo Safari 断网过后，所谓的断网就是跟外界完全断开联系过后啊，总觉得比较有时间思考，想了很多东西，觉得我的 channel 也会有一些变化。那会是怎么样的变化呢？接下来实行了过后会再跟大家做 update 啦。然后现在我们走的这一条路其实才是真正 Borneo Safari 的开始，因为它是一个更加 heavy 的、更加 hardcore 的路线。那今天我们的行程是要走12公里罢了，但是听说大概是要走3天左右才可以走12公里。平均人类走路的速度啊是7公里per hour， 对，你可以想象得到是多么的困难。跟人生一样，充满未知数。我们的前面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连我们的阿邦 driver 他都没有走过这里的路线。OK， 现在就是来到这个 Borneo Safari 的第5天了啊！第5天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昨天呢，我们本来预计是要走12公里还是18公里啊，就是之前跟你们提到的要用3天时间来进行。但是我们昨天 delay 了一下，今天我们就直接比较早醒来，我大概是5点就醒来了。我们要把这一台也是小改款过后的 D-Max X Terrain 真正的开进这个 Borneo Safari 的第2阶段啊。所谓的第2阶段就是一个next level 了，会更加严峻、更加难搞，所以对于一台车的性能要求啊是非常高的。当然，如果你前面是跳着看没有注意到的话，我有讲到就是这一台车它的引擎、它的 engine、压箱，全部东西、电板 tuning 都是原装的。改装的东西呢，当然就是让它可以更加能够适应 off-road 的地形，包括它的 suspension， 包括它的轮胎，还有这些前后的 bumper 啊，旁边的这些 side guide、side step， 还有后面的 canopy， 都是为了适应更加严峻的 off-road， 包括轮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哦。这个轮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巧克力啊，就非常的大颗，它是
更加适合越野。在走泥路、烂路的时候，它会有更多的 traction。那在森林里面的话，好像 Borneo Safari， 我们要怎样检测它的轮胎气压呢？当然你可以用 gauge 啦，可是如果真的是没有带 gauge 的话，还有一个土方法。可是这个土方法，刚刚我听完他们讲了过后，真的是觉得很好用。绝对会 work，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轮胎呢，这个一颗一颗的牙齿啊，接触地面的牙齿越少，证明它里面的气压越大。轮胎气压太满的话，走 off road 其实不太适合的，所以他们要把这个轮胎 tire pressure 放低。如果把风放少的话，这个牙齿接触面积的地方可能就会从3颗变成4颗，甚至5颗。在那种情况下，就可以看得出它的这个轮胎 tire pressure 下来了。然后现在我们遇到今天这个 Day 5的第一个 V-Go，OK， 它是一个很斜的下坡，然后过后就是一个紧急转弯，弯向左边，然后又在上斜坡。所以这个这样子的 V-Go 来讲，对他们来讲啊，这个挑战性其实是还蛮大的。所以现在他们有一个新的变数，新的 strategy， 就是要把那个车跟车连接起来，好像火车一样，用前面的车拉着后面的车，后面的车再拉更后面的车，旁边就有一个好像 commando 这样子，他用 talkie 在跟车里面的人沟通，就好像我们平时赛车的 radio 一样，他就跟他讲要什么时候转弯，什么时候向前，什么时候转弯，要不要踩油，还是要不要踩刹车。在车里面开车的人其实是看不到的，所以都是要靠有人在外面，好像这样子。就拿着 walkie-talkie 来给里面的人 info，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完美的 teamwork。然后上面还有人在准备拉那台车，所以哇，真的来到这一个 Borneo Safari 的 event， 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这种分工合作，然后把东西做好的细节。真的，我觉得我回去外面过后，去到城市，真的是要好好 train 自己这个分工合作的这个东西。一转眼间啊，今天来到第6天了。我们本来是在昨天预计要用很长时间穿越了10多公里啊，没想到一不小心我们就很顺利的完成了。这台 D-Max 真的是给我很多 surprise 啊，很多很难走的路，虽然还是有拉着绳子走啦，但是一切都很顺利。然后20多台车，包括其他的 Isuzu 的之前的一些车款，好像 Trooper 啊，我们都用很短时间的到达今天的这个 campsite。但是我自己个人 feel 到很可惜的就是啊，我们好像剩下4公里的路程就结束整个 Borneo Safari 的过程了，有一点点舍不得啦，老实讲，因为我觉得我很 enjoy 在这个过程，完全抛离科技，完全抛离手机网络，就是好好的 enjoy 森林，还有 enjoy D-Max 这一台车啊，尤其是 X Terrain 版本，我们有试到它的 Rough Terrain Mode 启动了过后呢，它的整个工作原理，我之前其实也是一知半解，可是来到 Off Road 过后，真的就很明显可以看得到它的优势在哪里。这个 Rough Terrain Mode 呢，一旦启动了过后，在 follow 的情况下，它会把力分配到4颗轮子上，就是25、25、25、25。可是当你去到一些比较严峻的路况，好像一个轮子会空转，一个轮子有 grip 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把那个在空转的轮子施加刹车压力，给它停，然后它就会把那个力分配到那一个有 traction 的轮胎，又有水又有烂泥的情况下，它都可以非常顺利的直接一支油就这样出来。哇，我真的是觉得太厉害了，这个 Rough Terrain Mode。所以如果是喜欢越野的朋友，你不需要再去改一大堆东西了，轻度越野，甚至我们所体验到的那些 V-Go 那些烂路 D-Max， 不需要再改装引擎动力还有牙箱之类的东西的情况下，都可以做得到。这一点真的 good job。OK， 经过几个小时的这个驾驶过后啊，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地方呢，是要 cross 过一条河，我们的车是过不到的，是要用 ferry 的。所以呢，现在就给大家来看一下，车啊是这样子上 ferry 渡河的啊，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现场这样子看。现在我们的车队就是准备一台一台呢开下这个斜坡，然后前面那一个大家看到远远的呢，就是所谓的 ferry 啦。
然后它等一下会用这个 cable 把它移动过来这边前面一点点，然后车开上去，一次可以3台车没有错的话，然后再把车慢慢的拉过去，然后再 cross 过这边。热带雨林就是这样，天气多变，本来一个晴空万里啊，现在不懂怎么突然就下起倾盆大雨。那下一个 turn 呢，就轮到我们了，要把这台车移上这个所谓的 ferry 上面，然后就可以移动到对岸去啦。然后去到对岸呢，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 Borneo Safari。没有错，现在呢就是来到我们这个整个 Borneo Safari 2024年的最后一天了，也是要离开这个非常漂亮的热带雨林的一天了啦。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在这7天8天里面的行程里面，手机没有网络，跟外界完全失联，在里面待那么多天，应该会很想赶快出去外面啊。可是我现在其实是蛮感伤一下的，我不懂要怎样形容我现在的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整个过程经历下来了过后，要跟这些怪兽车道别，还蛮感伤一下的。这些车，如果要我形容他们的话啦，它给我的感觉就是铁汉柔情。从第一天的完全不适应到第2天慢慢适应、慢慢习惯，到过后的开始喜欢上这种感觉。我们跟这一台车的这个联系更深的时候，你就会不想离开这个非常漂亮的 rainforest 的这个热带雨林，真的太美了。然后也包括我们在这7、8天里面的过程中，经历了非常多很复杂的地形，很困难很难走的路况，然后每一台车互相帮忙的时候的那个协作，原装的车、原装的 engine、原装的牙箱，可不可以应付？从一种不信任感到慢慢的发现这台车可以好好的带我们穿越那么艰难的丛林。在这7、8天的相处下来，我跟他之间所建立的那个联系，我应该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在这个活动里面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我们一起每天早上一起刷牙洗脸，一起去找地方大便小便，一起冲凉，下雨天一起面对晚上的暴风雨。我想讲，如果讲我不要回去面对网络，面对现实，不可能。我最多只是可以希望再邀请我来 Borneo Safari 2025啊，但是回到西马，我相信我在路上再看到 D-Max。我一定会有很多这些美好的回忆啦。确实 ，Isuzu D-Max 是一台很好的车。下一部影片再见 ，Goodbye。Take me back to a place where I felt at home. Take me back to a day when we weren't alone. Take me back to an age when the world felt small. Way back before we blew it all. Take me back to a place where I felt at home. Take me back to a day when we weren't alone. Take me back to an age when the world felt small. Way back before we blew it all. Too many things going on, I can't keep track of them all. From people dropping a bomb to people putting up walls. I feel like life is on hold, perception stuck in a vault. I know that time can heal all, but how much time till we fall? It's awfully chilly outside, when there's no shelter to hide. When everything is a lie, you'll find that out in some time. Or when the things on your mind are all considered a crime. Communication aside, we're all just fight till we die. Is this an argument, or just the start of it? Either way, I don't wanna be a part of it. Can't be picking up the pieces, fixing stuff from there. I wanna drive away so I can be so far from it. I wanna find a place where no one 哦，漂亮！哦，漂亮！一次搞定，漂亮！ Before we blew it all. Take me back to a place where I felt at home. Take me back to a day when we weren't alone. Take me back to an age when the world felt small.
way back before we blew it all. I know that things seem bad, but they could be much worse. There's always someone else who has a greater curse, a greater thirst, a hunger, pain, and mercy. Just find whatever you got and try to be thankful first. I wanna feel again, I need a couple friends. I never really understood just how the story ends, but I can feel it's tense, don't know the consequence. The volatility of life, my only confidence. Is this an argument, or just the start of it? Either way, I don't wanna be a part of it. Can I just get some space? I don't have the heart for this. I can't be picking up